叶子分染完了呢，现在我们来用藤黄加上花青，调出这种草绿色。这个颜色呢，它是草绿色，是一种接近于橄榄绿的色。当然，我们也没必要这么多，我们来换一个底。目前呢，它是现在我调出来的这个还不是那种太绿啊，它是这里面的蓝还不够，我们要再加入少量的太青蓝。要调出这种呢，就是比较接近于橄榄绿的色彩。如果单纯的用太青蓝调，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调出来的这个颜色呢是偏向于翠绿。我们这时候考虑在其中呢加入一些墨啊，加入少量的墨，甚至可以加入一些胭脂，或者是曙红，或者是朱标这一类的暖色。总而言之，要把这个绿色的这个绿的这个度，绿的这种纯度，要给它削弱啊，削弱，要把它的色彩纯度削弱，这样就能调出这种很接近于这种传统的草绿的这种颜色了。我是通常情况下是用太青蓝加墨，先调出花青啊，先调出花青，然后再兑入藤黄，调出这种接近于橄榄绿的色彩了，然后再加入少量的朱标或者是胭脂啊、曙红之类的暖色啊，最终调出这种比较沉稳的绿啊。这种和画那种南方的那种植物那种翠绿，它是不是一个绿色的这种体系啊，它这种是暖绿。那种绿呢是属于翠绿，属于冷绿啊，冷色系的绿，这个是暖色的。这个因为是我们底下已经有了一层这个以前涂的这个草绿底，所以呢，我们这个颜色呢，在这一遍调的时候呢，要记住一点，就是不要过于的浓啊，过于的浓的话，你整个的这个叶子呢会闷啊，但是也不能过于的淡，过于淡你最后这个照色就等于没用了。所以这个色彩的浓度，大家要在碟子中呢要反复的加水啊，给它搭配准了。要既有一定的遮盖力，也不要让整个的底色显得过于的闷。当然这一点在我们开始分染的时候也就得考虑了，就是你在分染的时候，你就得把这个底色稍微染的对比呢给它强烈一点，这样我们在最后这一遍平涂的时候呢，它就会觉得正好。下面呢，我就开始平涂了。这一步没什么好讲究的，就是这种标准的这种平涂啊，基本上没有这种浓淡变化，因为浓淡变化我们在底色分染的时候啊，已经将这种变化已经描绘过了，所以这最后一遍的照色呢，这一遍就是以平涂为主，有一些特别亮的地方，或者是涂到萼片的边缘的时候，因为萼片这个边缘最终我们考虑还得有可能要倒染红色，那么这时候在萼片的边缘可能得染一下。作为大部分的叶子来说啊。在这一步就是平涂，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那我们要不要分上层的和下层的，以及近景和远景呢？近景和远景是要区分的啊，我们这一遍只是涂近景，但是上层和下层的这个表色我们就不要动了，因为我们在一开始平涂底色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将它的底色做过了这个区分了。而且我们始终强调，国画它就是国画，它不是西画。这种上下层的这种明暗对比关系不要过于的刻画它的这种太西画形式的这种明暗观。
所以呢，我们在最后这一遍照表色的时候呢，不管是上层还是下层，只要是近景呢，我们就统一的用这一种颜色来给它最后的平涂一遍，或者称之为照染。这一层叫照表色啊，最后一层照表色的时候，这个色彩关键是色彩的这个浓度要适宜，同时底层最好像我这样要有一层底色，这样你这一遍色涂下去，你这叶子绿度它就够了，绿度就足够了，它不会，而且不会出现色彩闷的情况。要不然你按照如果底下没有底色的话，你如果涂这一遍，你这个叶子是不够绿的，那么不够绿你肯定又要涂一遍，你涂2遍之后，你这个底下分染的这个底色它就会不显了啊，它就会闷了，像表面像笼了一层霜一样。那么这个时候你势必又要重新去提染，你重新提染过以后呢，这个提染出来的墨青呢，它和这个叶子的这个绿色可能这种融合度又不好，又会显得刺眼，你可能又得照绿。所以呢，我一般作画为什么就是先平涂一遍绿色，就是这个道理。它就是为了使得这个底色和表色这个关系既能柔和，同时它的这种明暗的对比度也能保持够。这就是我为什么平时作画的时候，大家看现在这一块要干了啊，基本上像这种绿的这个度啊，它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们的叶子呢，它既有了这个固有色相啊，就是固有色上面它既很稳重，同时呢，它的这个对比关系又不至于闷啊。这个一个是跟我们的最后一层造色有关，还有就是底色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在分染的时候要稍微的将对比关系染得强烈一点，染得强烈一点，这样呢我们在最后照射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它正好，就这种对比关系正好。如果你在分染的时候染得正好的话，你照完色以后肯定是觉得不够啊，这个都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大家随时要牢记。正叶的平涂呢，我们就交代到这儿。下面呢，我们来接着后面呢，我们来把反叶用这个四律提一下。同时在提的过程中呢，我现在先说一下，就是反叶呢，大家主要注意的就是后面有一片是在远景远景的反叶，远景的反叶我们在四律提的时候可以稍微的加入少量的墨。用一种灰绿色，就是四律中加入少量的墨，形成灰绿色去提。近景呢可以提的比较亮丽一点。还有就是这个最后我们这个平涂，刚才平涂这个草绿的时候，远景不要涂。比如说像这儿这几片啊，这一片我在一开始画的时候说了，它是远景，这前面2片是近景。它2个呢，虽然目前看上去这个表色的浓度是一样，但是在这一遍我们开始分的这个最后照射的时候，这一片就不要，后面这片远景就不要涂了，就直接涂前面这一片就可以了。而且前面的远景用了这种偏软的这种草绿啊，后面的这个远景的这种以前画的那种偏冷一点的蓝绿色，它才能更好的推到远方去。这都是色彩上面的一些知识，大家平时对于绘画的色彩学方面，最好也得找一些专门的这样的理论书籍来看一下，国画的、西画的色彩理论都可以看一看。叶子的部分，正叶部分就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画反叶。
接下来我们来画这个反叶部分。反叶部分呢，主要是调出这种偏亮一点的四绿。这个颜色调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它的浓度的问题。在着色的时候，不少初学的朋友呢，光是知道上三绿四绿，但是他对这个色彩的浓度把握不了。这个颜色主要就是三绿加白粉调出来这种偏亮的、很亮的这种粉绿色。在特殊的情况下在一种完全装饰画风中呢，我们可以画的特别的厚，像壁画类的这种画风或者是装饰画风。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虽然是三绿或者是四绿呢，虽然这个色彩的本身它很亮，但是我们给它的这个颜料的浓度要降低要加入大量的水，然后调出来这种中等浓度，我们再来染这个反叶呢，它出来既带有这个亮丽的亮色的效果，它也不会显得特别的这种艳丽。这个是大家在着色的时候需要掌握的。因为它的色彩覆盖力比较强，所以大家在着色的时候呢，要让开线条同时要记住是长拖染一直用这种粉绿色，这样薄薄的一直拖染到根部，让底层能显露出微亮的这种草绿就可以了。我们开始在染的时候，基本上是以同染为主，没有进行分染。但是在这一步提粉绿的这种时候，就等于是分染了。一开始没有划分的一些明暗关系，你给它提亮了，它同时就等于那个地方没提到的地方，它就等于暗了。所以这一步呢，就是完全是靠通过提粉来体现的。叶尖的部分可以画的接近于平涂的感觉。这一步也是尽量一遍成它和提白粉是一样尽量的一次成型。当然，就是你没把握的话，那你就只有多画几遍。一次成型，这种粉色出来的比较滋润一点。多次画的话，粉容易腻。被压过去的那一面，我们就要提的很少很少以薄色为主。这样大家看一下这个出来的这个效果就是透出底下的草绿底色和致绿底色，但是整体的色相还是这种次绿的颜色但它也不是那么亮的刺眼，所以这就是色彩的浓度问题。画反叶呢，主要就是两种画法，一种是致绿底，然后用草绿染，最后边缘呢用胭脂罩染。这种方法这个金鸿俊前辈用的是最多他是这种画法最多。然后还有一种画法就是于之珍前辈经常用的，但是于之珍前辈他有时候用的那个颜色里可能是印刷的问题，或者是它本身就夹杂了一些石青，它的经常反叶提出来之后不是这种四绿五绿，像这种四青五青的这种感觉，也有可能是印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管是这么多是印刷还是什么，只要画出来画面确实色彩效果比较好，你就是用石青去提也是可以的。我记得我以前画的那张洛阳春，洛阳春就是通过这个石青去提的。那种提色的情况下，这个背景呢最好是带有这个
底下最好是那种酱红色做底色，或者是赭石做底色。石青这个颜色的色彩的这个纯度这种艳丽度比石绿还要高。所以呢，大家在起反叶的时候，一个是浓度不要过分浓度要把握准确；第二个就是补色要合理运用。既可以用同类色做补色，也可以用对比色作为底色就是那种补色关系的对比色作为底色。这种反叶画完之后呢，它的这个边缘通常我们在画的时候，最后还得浮勒一下。浮勒也有两种色彩，一种是用胭脂浮勒。胭脂浮勒大家知道，这个反叶或多或少都有点红晕。用胭脂浮勒以后呢，这个红晕比较容易体现，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像田世光前辈画的这个公主画呢，它的反叶浮勒基本上都是与草玉浮勒。用草玉有时候浮勒一下，它是主要是为了求得这个色彩的这种和谐用同类色去浮勒，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好，这个反叶的叶子的部分我们就先画到这儿。接下来呢，我再来给大家示范一下金金呢，它是从亮面往暗面染。泡到这个边缘的地方不一定要贴得这么紧，可以留出半毫米左右的这个透出底下的这个致绿底色来然后这样也是洗染洗过来，一直洗到这个暗面这里边这一步就是注意要什么呢？就是整个的这个金的部分呢，它总体上来说它就是石绿色。不要把它的明暗对比关系画得过于的强烈，不要让它感觉上就是像一根大铁柱一样，那么这种明暗关系那么显眼。毕竟你不是画西画，像这种梗呢，这时候就骑在它靠近中间这一根线的边缘，然后剩余的地方稍微给它拓展开。不要画得过于僵化，不要太仔细。有一些地方适当的时候没画到位，或者是用水笔给它拖开，这样呢感觉可能会更好一点，更自然一点。过于的这种僵化的话呢，过于的仔细画出来的东西就刻板了一点。这是金的部分我们也先示范到这儿接下来还有就是萼片的部分萼片的部分呢和别的这个位置有点不一样，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它不一样的地方主要就是它的边缘有这个胭脂这个红，有胭脂红，所以呢我们在染的时候呢是这样边缘给它可以空一点出来。待会可能还得用胭脂，还得提一下。然后这边是正常的往暗部拖也是大面积的拖，宽染，一直拖到这个暗面。然后这边呢给它载染，在很窄的范围内给它染，顺着这个方向染。载染就顺着这个颜色的边缘染，宽染呢就是正好和它成90度，这样拖开。边缘留一条边，主要是为了待会用胭脂去提染这个萼片的边缘。染实色就是脱色困难，脱色上，尤其是过浓的话，它这个色彩就很难脱得开了。所以大家调淡一点，我们在着色的时候也比较好上色。
说一下这个远景的这个萼片啊，这个和近景的是差不多的，只不过这儿有一些压盖关系呢，我们要考虑。首先是它的根部，这儿是肯定不能太亮，还有到了边缘也不能太亮，所以这个颜色只能上在中间，由中间往四周啊这样染开。因为这个底层最根部这儿它有这个脱液给它的这种所造成的这种明暗影响，然后到边缘呢，它也有微微的这个红晕，所以这儿是只能是采用涡染的方法来染。像这个最里面有的地方甚至就是用笔尖这样意思一下就可以了，都没必要去专门的去染了。这儿都是要注意控啊，要注意这个控出它受到脱液明暗影响的地方。还有一个，我们在画的时候呢，梗的部位可以画的稍微的，就是浓一点啊，它可以比这个筋啊，以及反叶的总的来说，它可以画的稍微浓一点，因为梗它是画面的鞘肢部分，同时它也是很微小的这个地方，很小的这个地方，如果你的色彩过薄的话，它就不容易现出来。像这种根部露出这儿，我们染的时候就染这个边缘部分。好，反叶部位呢，我们就示范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来画一下这个最后的这个蝴蝶部分啊。点蕊的部分呢，我就不打算再画了。点蕊的部分呢，因为以前示范过很多了。第一步先用这种灰黄色，它是用藤黄加入少量的墨，然后再调入微量的胭脂，将蝴蝶的翅的大致的这种结构给它分染一下，这是第一遍，也是头染。这个蝴蝶因为是白粉蝶，所以呢，它的这个明暗不要染得过分啊，能体现出来有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它的颜色主要是集中在翅的根部。好，顺便把腹部这儿墨线的边上浮勒一下，这个地方或者是略微的染一下也可以，盖一层或者是勒一下都可以。这个因为它很小，所以大家画的时候呢要细心一点。然后继续用这个灰黄色，把这个
前面这只蝴蝶白斑的根部往上方这样染过来，主要是几个特别大的这个，后面这儿也是这样，主要是大一点的这个白斑。然后把笔在吸水布上或者吸水纸上，给它吸的水分比较干一点，从根部这儿若有若无的将视脉拂了一下，不要太清晰啊，水分要干一点，要不然你过于清晰勒出来的这个线特别的僵，贴在这个边上，根部可以粗啊，到肩部就显得特别细。这是一个主脉勒一下，这边也是。若有若无的勒啊，要看到一点颜色，但是它的这个轮廓不是特别清晰的那种。好，笔尖蘸上一点淡墨，把这只蝴蝶的背部明暗关系稍微画一下。蘸上浓墨、干笔，干笔蘸浓墨，或者是焦墨，把翅上面几个黑斑就点了。大翅上面沿外轮廓的边缘，干笔重墨点一圈斑。越往下方去的时候，这个斑的面积就越小；越靠近上方的时候，这个斑的面积就越大。干笔擦，以擦为主。啊，这个结构这儿、根部这儿也点上几点黑斑。小翅的边缘也是这样，最凸起的地方稍微大一点，然后往两边虚开。
笔尖舔尖了，这儿胸腹位用接近丝毛的笔法加些线条，背部也是这样。这边这个也是这样，擦一下干笔，稍微的加点像丝毛一样加点墨线在其中。然后蘸上水分比较充足的胶墨，水分充足一点，在前面用接近于力粉的笔法点上眼睛。调珠标颜色，中等浓度，不要太淡啊。珠标不要夹杂着其他的颜色，这个颜色要纯一点。将前面这一只蝴蝶的下方这一块涂上，以及上方这儿。还有后面这儿填上单纯的珠标色，最大块的白斑根部再略微的用珠标这样点染一下。好，接下来用龙白粉把这个白斑呢给它倒染啊，提亮。这儿它是本身蝴蝶它就含有一定的装饰趣味，所以这儿不要怕用龙白色啊，这儿就可以用龙白粉呢去给它提亮。它和画花这些地方不一样，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精致的东西，所以这儿呢大家不敢用龙白粉，这儿用龙白粉，用这个青山挂雪或者是小红毛之类的，蘸上浓度比较高一点的白粉。当然，这个白粉你浓度再高，你不能不加水啊，一点水不加是笔尖上要带点水。这一步要把这个斑给它提得很亮。我在以前说过，提粉和不提，它的差别是比较大的。主要画在上半截啊，不要画太多了，太多了它干了就脱不开了。用水笔往下方染。即使下方没有色，只有纸的情况下，也不要完全的平涂，因为我说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纸它自动就会发黄，所以这时候你就用白粉上色就行了。
接着我们用勾线笔，主要是前面这只黑色的啊，这只黑色的蝴蝶，用勾线笔呢，先蘸上白粉，然后在笔尖上略微的调一点墨进去，调成这种浅灰色，而不是白色，也不是黑色，是这种有一定遮盖力的浅灰色。我们先用这种浅灰色将蝴蝶黑翅膀上的脉络给它勾出来。不要用纯白，纯白呢过于的装饰化，过于的耀眼。这儿大家要记住我们一开始画的这个结构。当然，最后这个根部啊，我们肯定还是要用白粉去勾，但是在最黑的这个地方，这些地方不能用纯白去勾。好，这样上面这个部位，有一层一点，这个摄像头上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有一点这个脉纹出来就行了，若有若无的脉纹。然后笔尖加入白色，继续加入白色，这时候调出来比较亮的了，已经很接近于白色了。从下方这儿再稍微的笔干一点，再这样把这根线亮度给它强调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们越画到下方的时候，它越亮。好，这时候再用笔尖蘸上正规的这个白色了。它就是越往下方来的时候，这个脉啊，我们给它画的越清晰。最亮的白色主要集中在根部上。有的地方只能提一笔，就像提羽毛的丝毛一样。这样呢，我们这个蝴蝶的部分就基本上结束。最后用白粉调一点3绿啊，调出这种标准的这种4绿色。将用粒粉法将蝴蝶的眼睛部分粒粉的方法点出来。点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黑色的地方稍微留一点边，留那么0.几毫米的边，不要全盖上。好，这样呢，我们这个蝴蝶的部分就画完了。接下来就是福乐和点蕊的这个画法。福乐和点蕊。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概的效果。哦，还有蜜蜂没画。
我再画一下密封啊，密封的部分画一下。密封的画法呢是比较简单的啊，我们已经基本上上好底色了啊。第一步先用白粉调藤黄，调出这种粉黄色啊，粉黄色，就是和我们点蕊的这个颜色是差不多的。它分头、胸、后面的腹这3块。那么这个粉黄色目前就是涂胸这一块，后面的腹部不要管，前面的头部也不要管。画到边缘的地方稍微笔擦一擦，这么小的地方没必要去染，但是周围不要画得太整齐，用笔呢要空灵一点，虚一点。这部粉黄色用的稍微重一点，你看这个胸这块亮起来。不够亮，可以再次堆积一下，将亮色堆在这个地方。接着用勾线笔蘸上浓墨，中等浓度吧，也不要过浓，过浓的这个斑纹不自然。把蜜蜂身上的那种黑色的这种斑纹画一下。它的黑色斑纹呢是一笔长，一笔短，并且是围绕着身体的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呈月牙形，当然这个因为是侧面的，所以我们那边看不到那边的比较细的笔，它就像一个小倒三角形、三角形一样。如果是正面对着我们呢，它的月牙形就比较明显。大家再看一下，这一笔短一点，再一笔长，再一笔短，再一笔长一点。画这个斑纹要顺着这个蜜蜂的身体的这个结构来画，这个是关键。好，这个是正面对着我们的，我们都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笔短，两头轻啊，中间重。浓墨，头顶的两边，稍微大一点，它这是腹眼，不要太小。
鼻中多余的墨给在吸水布上吸干，要比较干的蘸上一些中墨啊，笔中的水分一定要少。先画2根小触须，然后补上爪。这个爪补的时候要很空灵的补，不要把爪画的过于的僵硬。爪补完以后，将它的背上像丝毛一样，没有咬的丝毛的那么粗啊，就是这种笔毫这样带擦带丝的这种画法，画上一些像小绒毛一样的背部。还是笔干干的，在能看得见的大腿上画一些绒毛，这都是靠手的感觉了啊，看是已经看不清了是吧？其余的呢，都是这样，都是这样。不过画爪的时候，有一点大家要记住了，就是不同的方向，它的爪的处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这个，那你这个呢，它在这个侧面飞的，它的这个触须它就是这样。然后这边呢可能会看到一些，那边就基本上看不见了，是吧？这个就是透视的问题，大家要注意，不要把所有的蜜蜂都画成一个方向的，这在自然界中它是不可能的啊，是不可能所有的蜜蜂都是一个角度一个方向啊，那就画得太矮板了。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蜜蜂的每个个体的不一样，它的走向不一样，那么它所显露出来的这种结构，自然而然也就不一样了。接下来也用4绿和点那个蝴蝶的眼睛啊，很类似的啊，这个方法，把蜜蜂的眼睛也点一下。点的时候也是要注意黑色的部分，不要完全的遮住了，要留出一点黑边。水分要饱满一点。
这样蜜蜂的主体呢，我们就画完了。后面就是用赭墨呢染出它的翅出来。翅呢，既可以画成扇状的，像在飞舞中的蜜蜂看不清翅，也可以画出比较清晰的这个翅，前面两片长一点，后面两片短一点这也可以。这一步呢，我就不再示范了我的网站上有专门的这个蜜蜂的教程我在这儿呢就不再大家这个重复了。这样呢，我们这一张画除了没有点蕊以外这个基本上就完工了当然这个摄像头上肯定是不清晰我会在这张正式完工以后呢把它传到网络上去。我们的这一张牡丹双蝶的教学呢，经过这么多天的绘制呢，到这儿呢就正式的结束了。我们这个今年这是08年第一张作品，希望大家呢都能认真的绘制。近期呢我会休假4-5天左右。这个不休假的话呢，这个最近的精神太疲劳，事情太多了，休假几天左右。我等我4-5天以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绘制新的教程吧。好，各位网友这张牡丹双蝶我们就到此结束。